这一节课我们要来练习的是有5个笔画：撇、竖撇、撇挑、撇横跟撇顿点。原则上，撇跟竖撇它们是单独的，那底下的这3个笔画呢，它们可以归类为同一个类型，也是一样角度还有粗细的变化而已。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怎么样做这些笔画的练习。撇这个笔画，我们平常正常写，也就是很简单的往下一小撇就可以了。那在我们的眼蒙字系统里面，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稍微压点力，然后把它提起来，就会变成粗粗的一小段。或者是你在某一些情况可能会写细的，就这样细细的一小条就可以。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先练粗的，再练细的，基本上就是粗细的短斜线变化。撇笔画的例字，我选择的是你。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所谓的左边的人字旁，这一个第一个笔画，它就是撇。其实在这个字里面，这个点，它其实也是撇的概念。所以这个字可以说它包含2个撇。我们就来写写看，你怎么写？撇这个笔画其实包含在蛮多字里面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1000、2000的千。我先写一下正常写法这个就是我们的千字。那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撇嘛。那如果说我们按照上面的这种练习方法的话，它应该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在我自己习惯的写法里，我会把这一个撇变成像横的写了。所以呢，眼蒙字它可能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它会让很多的字看起来是长得一样。因为它这个字虽然说我现在讲的是千，可是事实上它是不是很像干呢？所以通常我在写干的时候幸好干不是比较那么常见的字，我会写成这样。还是跟这个千字有一点点的区别。那我们眼蒙字呢，它不是很严谨的字形，所以我们在阅读眼蒙字的时候，有时候要根据句子的上下意思去判断我们到底写的是什么字。第二个要来学习的笔画是竖撇。竖撇平常正常的写法其实就是往下拉，然后往外面撇出去。好，那我们眼蒙字呢，我们这个撇呢，稍微是比较有刻意的往外拉，就是往下竖，然后这边是推出去的，所以相对来讲，它就显得刻意，它的角度会比较明显。放大一些，写给大家看，往下，然后推出去，它这个推出去的动作是刻意为之。往下推出去。虽然竖撇笔画会是这样子的表现，但平常我在写的时候呢，我会把它写成像这样子。它有点像是一个竖笔画，可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弯曲，这样子，不是那么的直，稍微有一点点弯。
我会这样子写。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都是可以的哈。那我会在接下来的例字示范里面写给你看。先往下推过去，好。这个横笔画呢，会稍微有一点点斜这种角度。再写一次看看，推，好。事实上，大部分我在写月这个字的时候，我的写法是这样子。哦，就像刚刚所说的，它是有一点点弯的竖笔画。哦，其实你也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字就是月，对吗？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竖撇笔画，可以有是河川的川，哦，就是第一笔，这样子推出去。再写一次哦。当然，我也会写成这样。再举一个例子，居住的居，竖笔画是这一个啊，竖撇。当然，这个竖撇我有时候也是会写成这样子。哦，所以是不同的造型，哦，看你喜欢哪一种都很好。这个撇挑笔画在正常的书写方式里面呢，看起来它有一点像是两个笔画。哦，它是下去，那其实是连着，然后再把它拉过来。哦，其实它蛮常见的。其实它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注音符号里面的丝，是不是？但是呢，在我的野蒙字系统里面，我经常会把它合并成一个笔画，直接就这样子写，连上来哦，它就像是画一个螺旋。往下用力压笔，我们要用粗笔画开始，然后拉上来变成细笔画。OK， 它可以是这样稍微比较圆一点、胖一点的，它也可以是瘦瘦的，像这样子。哦，我会用各种不同的胖瘦去做表现，拉横的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字“云”，人云亦云的“云”，芸芸众生的“云”。好，我把它写三角形一点，把它写瘦一点，把它拉长。粗细宽窄变化都有很多可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另外，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例子，就是滋养的滋，滋润的滋。
还有流动的流。你看这些字的细微变化是不是很有趣？我觉得更像是在画图，而不是在写字。撇横这个笔画跟上面的撇挑其实非常的类似，最主要的不同就是撇横的第一笔下去这一段稍微比较短一点，那撇挑这一个第一笔下去的这里稍微长一点，其实都是相差不多的这样子下去，然后再往右勾的这样子动作。在野蒙字的表现里面呢，上面的撇挑比较像画一个圆勾勾上来，那撇横就会往下，然后往右拉。它是比较有一点像 L 这个字，可是英文字就是 L， 可是把这个右边这个拉长。这个笔画我的例字是牙齿的牙，好，它的撇横就在这个位置 ，OK。那至于其他的部分呢，就可以自己比较随心的变化。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有这一个撇横笔画的是互联网的互，互相的互，来就是现在我要写的这里这一个笔画。我们也可以把它勾上来一点，勾下来一点。因为角度的不同，我们中间所组合出来的这个方形的空间，它的构造就会不太一样。看你自己喜欢，试试看各种变化。这一课最后要学的笔画就是这个撇顿点。基本上我觉得它应该是两个笔画，它就是一个撇，然后再一个顿点，是两个笔画的组合。但是呢，在野蒙字系统里面，我也是把它会做一个合并，就画一个这样子一个弯曲的角度。它最明显的例字就是在女人的女字，女字这一个笔画，就这样子一个很大的一个弧线，它很像是一个飞镖的形状，对吗？我们来练习一下这个撇顿点怎么样写哈，就这样子压下来，然后往下拉。把例字女字写一下看看。好，这边可以看到我这边这个角度是稍微有一点点变化的哈，这个就稍微往上提，这个提得更高了，它就会像是有不同的姿态一样，都很有趣。可是它们都是女字。另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经常看到有这个字的，有这个笔画的，就是经常的经。好，撇顿点就出现在中间这三个就这边。
是不是很简单？以上就是我们这节课所学的5个笔画：撇、竖撇、撇挑、撇横以及撇顿点。这几个笔画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请多多练习，找出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个。OK，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